这张作业画面效果还比较清晰，用线比较流畅，比较肯定，这是有一定绘画的基础的。但是这个胸腔的形状和大小还不懂怎么去判断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，在照片上看一下，看这个地方，身体的轮廓在这儿，说明呢胸腔下边的形状至少要到这里。然后这个胸腔是对称的，另一侧下面呢大概到这儿，因为它是整体是这样的一个倾斜的。胸腔上端的这个圆面在锁骨头的下边，大概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胸腔。这个尖头稍微小了一些。这个颈部呢，它是朝上的，一个比较接近平视的角度，所以说呢，它的横断面稍微的扁一点。这样的造型它就更加准确了，结构也就更加合理了。那么第二个，胸腔上端、下端，它不好去判断下端到底画在哪里。我们可以以这个肚脐为一个参考，在肚脐稍微偏上一点的位置去判断为胸腔的下端点，然后整体胸腔不要太圆，这一侧的轮廓也不要太靠近体表，毕竟它是在身体里边。胸腔左右两侧不要画太胖，而且胸腔最宽的地方呢在下半部分，第8类的地方。原本这个胸腔呢最宽的地方画到了中间，这边的胸大肌和肩三角肌没有那么宽，转过去，这边呢抬起来，抬起来的这块呢结构还好，但是要注意它的走向，还有就是被拉扯起来的胸大肌。胸大肌我们画这个中间这些基数呢，主要是为了交代它结束的地方这块的一个结构特征，并不是为了在中间画一些线。中间这些线不画也可以。这是它的胸大肌，要注重它转过去的、搭过去，并且转过去的这个特征。然后手臂抬起来的这个圆柱，要注意这个圆柱的横断面，圆一点才能抬得起来。这脖子也是画平一点。下面的这一个也可以参考这个肚脐，然后呢也可以看这个手肘，胸腔的下端点跟手肘的位置差不多，它是抬起来的。它如果放下的话呢，也就大概到这个位置。这样也找到了这个胸腔的一个形状和大小。然后这块的结构注意一下，在这里画一下，这个抬起来的手臂它就是一个圆柱，先确定好一个圆柱，它的朝向和它的宽窄比例大概符合这个模特。然后注意在这个位置是胸大肌外侧，它的轮廓往外鼓的一个弧度，这里是遮挡住手臂的。然后在上边它有一个往上鼓的一个弧度，这个是绕到手臂圆柱的后边的。然后在这里就被拉直的一块，这个就是抬起来这个手臂胸大肌这个部分的一个结构和造型。这边注意好肩三角肌的一个指点，它的附着点，它在骨骼上附着在哪里？这个手臂是往内侧转的，所以说这个附着点呢转到了这边，这边大概是这样去表现。